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维。大家都知道，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，它的功用是推动体内的血液循环功能，把所有的血液输送到全身上下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氧气和养分进行活动。但大家知不知道，在人体当中其实还存在着第二个心脏？对，那这第二个心脏在哪里呢？就在人的腿上。腿为什么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心脏？而第二个心脏是藏在腿的哪一部分呢？首先，简单的讲解一下心脏的血管循环系统。一般人类、鸟类和哺乳类的心脏都分成4个部分。上半部分心房负责汇集血液，下半部分心室负责输出血液，而心房、心室也各分左右。首先，把氧气吸入肺后，经过肺处理后的充氧血，也就是充满营养和氧气的血液，通过肺静脉回到左心房，然后再下到左心室，由人体最大的动脉主动脉输出到各个小动脉，然后再分支到微血管组织细胞中，供给所有身体组织细胞养分。接下来，组织细胞也会把上一轮用好的血液，也就是减氧血送回心脏。但送回心脏当然不是回到同个动脉中啦，要不然就打架了嘛。所以就通过小静脉，然后再回到大静脉，也就是连接右心房的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，最后再回到右心房，然后通过右心室把减氧血输出到肺部，再从肺部得到充氧血后，又回到了左心房里，就这样继续循环下去。这就是整个身体血液循环的过程。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心脏与脚趾的距离最远，而且要从心脏将血液输送到脚底，然后再通过静脉将血液逆着纵流流回到心脏，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！对静脉来说，肌肉收缩所产生的压力是血液的流动力之一，所以腿部血液要通过静脉回流到心脏，主要就要靠下肢肌肉较发达的小腿帮忙了。小腿肌肉的正常收缩与膨胀，就如第二个心脏一样，帮补血液打回到第一个心脏去。可想而知，如果没有小腿的帮忙，下肢流回心脏的血液就会变得缓慢与少量，那心脏就必须输出更多的血压，把腿部的血液打回来。这时对心脏是不是就造成更多的负担了？换句话说，人体的70%的血液就靠这第二心脏帮补打回到第一心脏去，少了它就等于心脏少了个帮手，心脏就要独自用更多的力量把这70%的血液打回来。久而久之，这样面临心脏衰竭的命运就不远了，甚至还造成各种疾病，如血液堆积在下肢造成的静脉曲张啦，血液不循环造成的局部肿胀、发黑、发麻、抽筋、头晕等现象。所以心脏不好的人，往往医生都会先检查足部，如果是初步的症状，都会建议多按摩与更多的足部运动，比如每天要行走1万步，久站或久坐时要不时的运动脚趾头，又或是轻轻按摩小腿穴位等等。所以好好的锻炼小腿和适当的足部运动，就相当多了一个强力的帮补心脏一样，同时就能减少许多疾病的发生。好了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，欢迎订阅，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。我是阿维，那下个影片见。